一篇来自 MarkTech Post 的对比文章，把 Neon、Supabase、Upstash 拉到台面上。核心结论很直白，它们不是同一类工具。这次变化是把角色划清楚。Neon 做真正的 serverless Postgres，Supabase 做一体化后端，Upstash 做无状态或边缘的 Redis 层。你要在意，因为现在很多人用 AI 助手快速生成后端代码，选错层会直接影响生成代码的正确率、部署摩擦和真实成本。先把对象讲清楚。Neon 是 Scale to Zero 的 Postgres， 带 Copy on Write 的分支机制，用于做真实数据的 Preview。Supabase 是把 Postgres、Auth 文件存储、实时订阅和内建 PG Vector 打包好的后端级服务。Upstash 提供的是为无状态函数定制的 Redis 服务，走 HTTP 或 REST 的访问模式，适配边缘运行时。关键判断数也很简单，需要主关系数据库，选 Neon 或 Supabase；需要缓存、速率限制、绘画或队列，那就是在它们前面叠加 Upstash。想要一站式原型，把 Auth、Storage 和 Vector Search 都一次搞定， Supabase 更省事儿。要把空闲成本降到接近0，或想为每个 PR 做真实数据 Preview， Neon 的分支更合适。讲一层真正值得学的技术机制。Upstash 用 HTTP 或 REST 替代传统 Redis 的 TCP 长连接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边缘函数和 Cloudflare、Virtual Edge 不支持稳定的 TCP 连接，所以在这些运行时，传统 Redis 会碰到连接池和 too many connections 的问题。Upstash 的无状态请求避免了这些问题，适合在边缘做速率限制、缓存和绘画存储。再说 Neon 的 Copy on Write 分支，分支不是把数据整库复制一遍，而是按写入差异才占额外存储。这让 CI/PR Preview 能在真实数据上跑逻辑，同时把存储和成本控制住。但别误解， Neon 加了托管 Auth 也不会把它变成 Supabase。 Neon 仍然不包含文件存储和内建的实时订阅功能。Supabase 的设计冲突也要说明清楚，它把很多东西打包好，省去集成工作。对 AI 生成的原型来说，代码一次通过的概率更高。代价是生产环境成本通常高于免费层，文章提示常落在35到75美元每月的区间。一个内行人会先看的信号是什么？首先看运行环境 Edge vs 长链接后端。如果目标是 Vercel Cloudflare Edge， 优先把 Upstash 放到路由里测试。其次看预览与 CI 要求，是否需要为每个 PR 提供真实数据的 Preview。 如果是， Neon 的分支机制是关键卖点。关于多模态和向量检索有一层更深的原则，一旦多模态数据共进同一向量空间，切分、索引和召回逻辑就不能按老文本假设来做。真正做检索的人先看的是切分力度、召回策略和误召样本，而不是只盯模型名。最容易的误解是把换引 binding 当作换模型，实际上常常牵连索引结构和召回策略。先动手的具体第一步怎么做？做端到端原型时，先用 Supabase 的免费层验证 Auth 存储和 PG Vector 的流程能不能跑通。如果目标部署在 Edge， 立刻把 Upstash 插到 API 路由里做速率限制和查询缓存。Qstash 也能做轻量对立，文章提到1000条一天免费额度。需要大量 PR Preview 或追求极低空闲成本，就把数据库迁到 Neon， 建立一个分支做写入测试。做向量检索改造时，先不要全库重建，拿一小批真实数据做离线召回对比，再决定是不是改索引结构。